大 S 不是我的偶像，我没有特别崇拜他，但他的离世却让我情绪崩溃。为什么？那一天，我跟往常一样滑着社群媒体，突然看到一则贴文，大 S 走了，大家要注意流感。我匆匆一瞥，我心里觉得应该是假消息吧。1个小时后，我的另一半拿着新闻告诉我，大 S 真的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我觉得很惊讶，但我还是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即使我没有特别崇拜大 S， 我曾经买过他的书，看过他的节目，我欣赏他对爱情敢爱敢恨的态度。他刚出道的时候，我才小学，所以对他的感觉就像是陪伴着我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后来新闻证实，小 S 发文证实了这个消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隔天整整一整天，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，我心中开始浮现一个又一个的疑问：这是真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就这样走了吗？他才48岁，他不是才去日本旅游吗？他不是只是感冒吗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这些问题在我心里盘旋不去，我工作时还能够勉强忽略，我没想到深夜回家路上，我的情绪竟然无来由、毫无预警的崩溃了。我突然崩溃大哭，一路哭回家，我自己都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和我没有直接关联的人，感受到如此的悲伤。回到家，洗完澡后，我试图冷静下来。我知道这件事一定深深地触动了我心里某个地方，某件事情。于是我决定连接阿卡西记录，寻求答案。我第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 S 的过世会让我大哭？阿卡西记录回答：因为你想起了你的孩子。啊？我的孩子？因为你带入了一个母亲的角色，你心中的恐惧是，万一有一天，如果你也像这么突然就离开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原来我哭的不是大 S， 而是我内心深处，是我害怕和我的孩子突然分离，对生命无常的恐惧。第二个问题，那么我现在可以如何做得更好呢？阿卡西记录回答我：如果你害怕，那你应该用这5个启示来过你的生活，用这5个启示过接下来的每一天。第一个启示：把握每个当下。现在开始，你要觉察自己的每一个念头，生命的每一刻，甚至每一分每一秒，你都要有意识的活着。当你活在当下，才不会让遗憾成为你的未来。遗憾的重量比死亡更沉重。第二个启示：慎言。俗话说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语言创造能量，你选择播下的是爱还是伤害？有时候说的话可能无意中伤害了别人。口业是最容易累积的。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可以选择鼓励而非责备，赞赏而非批评，对待每个人都保持着像对待自己孩子般的爱，你就会拥有更多的包容。语言的影响远远超过你的想象，选择用爱来说话，你将改变整个能量场。第三个启示：永远存着一颗良善的心。每个灵魂来到世上都是有使命、有任务的。其实万物本是中立，没有非黑即白，没有只有1或是0这件事情，只是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，就会创造了善与恶、黑与白，常常会让你陷入选择。但是你务必要记得，你永远会有更好的选择。在每一个时刻，你只可以这样做，做那个最高版本的你自己。体验世界是一个经历，切记体验只是一个过程，但你永远要保持着那一颗最良善的心。
生命本来就是一场游戏，不要掉进游戏而不自知，记得吗？生命剧本是你自己写的，你目前就像演员演戏，你的工作是把角色扮演好，但你永远不可以忘记你那一个原来良善的心。那我要如何成为更良善的自己？阿卡西记录回答：做最良善的自己，不是你强迫自己成为最完美的模样，而是你要在每一个当下做出最符合灵魂的选择。最符合灵魂的选择？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发脾气，也可以选择理解对方。当你感到挫折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逃避，也可以选择学习。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自我怀疑，也可以选择相信自己，还可以更进一步。所以做最良善的我自己，其实就是在每一个选择点选择一个更好的自己，是吗？是的，你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，你只需要每天进步一点点。这世界并没有完美的灵魂，只有愿意持续成长的灵魂。可是有时候我害怕自己会选错。没有真正的错误选择，只有让你更接近或更远离灵魂本质的选择。即使你走错了路，你仍然可以转回来，重新选择。所以我不需要害怕犯错。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每一次的经历都是灵魂的成长。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你是否停滞选择，是你是否选择停滞而不去尝试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愿意开始选择成为那个更良善的我自己。很好，现在回到当下，问问自己，此刻你愿意为自己做出什么选择？第4个启示：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着。你之所以哭泣，是因为你害怕离开的时候还有太多的遗憾，你无法承受生命有遗憾，因为你觉得遗憾太痛了，你禁不住这样的痛。万一你也突然这样离开了，你会恨你自己，没有去做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。所以现在要用这样的态度去生活，永远不带遗憾。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，你会后悔什么？想带着遗憾离开，那么就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活着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，永远不带遗憾。第5个启示：不要想还有什么没做，而是想我还可以做什么。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会从焦虑转向行动。当你一直想着还有什么没做，你会陷入焦虑。但当你问自己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，你会找到力量。所以与其害怕来不及，不如把握现在还可以做的事情。当你总是想着还有什么没做，你只会掉入时间的黑洞。你永远都担忧着未来的事情，担心你什么还没有做。所以与其焦虑自己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，不如去看看我现在可以做什么。你不会再被未完成的事情压垮，而是开始专注在当下能够完成的，因为只有现在是你真正拥有的时间。我现在还可以陪伴孩子，我现在还可以拍影片和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灵性讯息，我现在可以开始着手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害怕来不及。我现在可以选择珍惜每一个当下，而不是一直后悔过去或担心未来。所以我终于真正的明白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，对每一个目标任务完成了之后，我们才逐步去看着自己的未来计划蓝图，重新审视，继续问自己我还可以做什么，就可以踏实的站稳每一步，我们更能活出当下的力量。当我静下来看着这5个启示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一种释然。大 S 的离世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震撼，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我们该如何珍惜当下，如何不带遗憾的活着。如果这些讯息对你有帮助，
请留言告诉我，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过这一生，而我希望这些来自阿卡西记录给我的5个生命启示，也能对你有所启发。因为我有那个死亡的经历、濒死的经历，所以我就会比较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。可是我不会觉得伤心或什么的，因为这都是必经之路。只是我觉得我会很正当的面对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有收获或学到一点东西，为我们一起付出的时间点个赞吧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关于灵性成长、疗愈内在小孩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对你有利的讯息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能帮助到你的朋友，记得转发分享这个影片，帮助更多人一起觉醒，还能够增加你的好业力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娜，为你带来来自宇宙的讯息，让我们一起在爱与光中相遇。